乌克兰深入监听克里姆林宫，俄乌暗战升级，普京连失3位中将。过去这一年，作为俄罗斯绝对安全的后方，莫斯科正在被乌克兰情报局当自己家一样逛。普京给予重任的3个中将，1年之内全部被清除。高层混得这么惨，下面的军官更绝望。4年下来，俄军官损失人数近7500人。那么，乌克兰的清除行动是怎样进行的？普京手上又还有多少将军能用呢？在讨论乌克兰的行动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份让俄军高层胆寒的死亡名单。伊戈尔·基里洛夫中将，身份为俄军3防部队司令，也就是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防御的最高指挥官。这样一位大人物在莫斯科街头被超度了。亚罗斯拉夫·莫斯卡利克中将，身份为俄军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这个职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是俄军大脑中的核心神经，负责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同样在严密的安保下被精准清除。不过，这2位中将并不孤单，负责全军战术训练和演习的俄总参作战总局作战训练局局长法尼尔·萨尔瓦罗夫中将在12月22日陪2位中将升天了。这3个人不仅军衔高，而且岗位极度关键，一个管核生化底牌，一个管作战计划，一个管部队训练，都是普京亲自任命的心腹。结果在1年之内全部在首都非正常死亡，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12月22日，俄军累计损失的军官人数已经达到了7495人，除了4名中将，还有8名少将，1144名校级军官，5318名卫级军官，还有1021名军衔不明的指挥人员。这是什么概念？按照目前的数据模型推算，俄军每个月要损失300多名军官。照这个速度，9个月后，军官阵亡人数将突破1万人大关。注意，这是指挥官而不是士兵。士兵没了可以去监狱招募，甚至可以拉朝鲜士兵来填线。但是军官没了，特别是校级和将级军官没了，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补充。按照俄军体系的培养方案，培养一个合格的合成营营长需要10年，培养一个能指挥集团军作战的中将更是需要30年。俄军前线的状况已经变成了不仅士兵不够用，连发号施令的脑袋也不够用了。不过也不能怪乌克兰情报人员的清除手段太狠，而是俄军太给机会了。火力军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乌克兰情报局负责人，想要在莫斯科这种克格勃起家、联邦安全局控场的地方连续清除3个中将，会面临哪些难题？你需要知道他的家庭住址，掌握他的私人车辆信息，预判他的出行路线，甚至要知道他在几点几分经过哪个路口。这种级别的情报靠几个潜伏的特工蹲点根本拿不到。那么唯一的解释是，他们的行踪在出门的那一刻，甚至在出门前打电话安排行程的那一刻，就已经摆在了乌情报局长的办公桌上。因为乌克兰的情报监听工作已经深入克里姆林宫了。根据乌克兰情报局长布达诺夫最近的电视采访，被问及是否能窃听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时，他非常干脆地回答：是的，我们可以。布达诺夫可不是在打嘴炮，而是有实锤的。在布达诺夫放话的2周前，美国媒体曝光了一份绝密的通话记录，内容为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在指导普京的谈判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和外交助理乌沙科夫如何提出一个能让特朗普感兴趣的和平计划。结果这份绝对核心的通话不仅被录音了，还被转写成了文字捅到了媒体上。一位欧洲安全官员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可能有数十个国家截获了乌沙科夫的通话，原因很低级，他当时使用的是不安全的手机线路。普京的顶级助理在讨论国家命运和秘密外交时，竟然像普通人聊天一样，用着毫无加密保护的民用线路。这点便说明俄罗斯高层的保密意识和技术防范已经出现了系统性的漏洞。普京身边的核心智囊在和美国特使通话时都能被窃听，那些中将们的通信则更加称不上安全。那么乌克兰情报局具体是怎么完成清除行动的呢？根据相关报道，乌克兰情报局的操作流程极有可能是这样的：首先是全频段监听，利用欧洲盟友提供的技术支持，或者利用俄方通信系统的漏洞，对俄军高层进行撒网式的监听。布达诺夫说，我们为此拿钱，其实就是在说他们拥有强大的信号情报处理能力。其次，通过大数据筛选与定位，从海量的通话数据中筛选出高价值目标的活动轨迹。比如萨尔瓦罗夫中将可能随口提了一句明天上午9点要去总参谋部开会，或者他的副官在电话里确认了车牌号。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经过情报分析师的拼图，就变成了精确的地理坐标。最后便是地面执行。乌克兰渗透在莫斯科的特工小组根据情报部门提供的坐标和时间，提前在必经之路上安放滑板车炸弹，或者在车辆底部安装磁性雷，完成最后的物理一击。对于俄军来说，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
毕竟就连在自家门口的中将、少将都被定点清除了，职位更低的指挥官岂不是随手捏死？这种猜忌和恐慌会极大的降低指挥效率。指挥官为了保命，只会减少通信、减少外出，甚至使用原始的点络方式。俄军本就僵化的指挥体系变得更加迟钝。随着第3位中将的离去，普京的身边已经陷入无人可用的局面。回到最初的问题，俄罗斯军官的快速消耗到底意味着什么？从战术上看，这导致了前线部队的低能化，大量经验丰富的校级军官阵亡，导致现在俄军的基层指挥很多是由刚毕业的军校生，甚至是动员兵提拔上来的。他们不懂步坦协同，不懂空地配合，只能执行最简单的人海冲锋命令。这就是为什么俄军虽然人数占优，但在交换比上一直很难看的原因。战略上，中将级别的连续损失意味着俄军正在失去大脑。基里洛夫死了，谁来统筹和深化防御？莫斯卡利克死了，谁来制定总参谋部的作战方案？萨尔瓦洛夫死了，谁来抓部队训练？这些人不是随便找个上校就能顶替的，他们的经验、人脉和对普京战略意图的理解是无法复制的。总的来说，战争打到今天，已经完全超出了传统军事冲突的范畴。俄罗斯还在用2战的思维打仗，拼钢铁、拼人数、拼火炮密度，而乌克兰正在打一场信息化、智能化的情报战争。近7500名军官的阵亡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它是俄军指挥体系崩塌的倒计时。当莫斯科的街头不再安全，当克里姆林宫的电话不再保密，普京身边又到底还有多少位将军够用呢？如果这种窃听加斩首的模式继续下去，下一个出现在清除名单上的又会是哪位中将呢？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大家觉得俄军的高级将领还会继续非正常死亡吗？乌克兰的情报渗透又到底达到了什么层级？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